未来的每时每刻，愿你我都能够同行，日日好运。不急，今天时间很充裕，我来帮你进。会不会太紧？要不要再调宽松一些？虽说近期气温骤降，但在热爱出游的市民之间，云霞寺的热度丝毫不减。曾在寺内许过愿且愿望实现的人们，如今再次请香表达感谢。看来今天有不少人和我们一样，要回云霞寺还愿。你应该早就知道了，我许的愿望当然和你有关。具体的心愿，我想等到了云霞寺还完愿后再告诉你。也不能说是机密，其实说到还愿，大家千万注意，要把握好还愿的时机哦。时机？没错，时机很重要。如果在云霞寺许下的愿望实现了，最好尽快回去还愿。如果一直拖着，说不定会遇到倒霉事。曾有一位电台听众告诉我，如果没有记错，这档电台节目的娱乐性很强，因此主持人说的话多半是为了节目话题性造出的段子，不必当真。不用担心，我在调倒车影像，一会儿就好。时间还早，你可以先打个盹儿。奇怪，完全没反应。抱歉各位，临时插播一条紧急讯息。受路面结冰影响，103号公路往云霞寺方向散封，请需要外出的市民酌情安排出行。哪怕车不出问题，也要想其他办法去云霞寺了吗？地铁。好像空调开得有些热。你说的对，
看来今天只能乘地铁了。只是我对这一带的地铁线不太熟悉，如果去云霞寺，不知道要不要换乘。好，那今天就跟着你走了。当心！前几天刚下过雪，虽说市区积雪都化了，走路时还是要多小心。还是牵着我走吧，以防发生其他状况。怎么了？你不用动，我往旁边过去一点。不用为我担心，说不定下一站就有空位了。你还记得？保佑？你是这样想的？我想，我能理解，在当时的情况下会产生那样的想法，是人之常情。那之后呢？比赛怎么样了？抓住我的手。怎么样？没撞疼吧？
明明差点摔倒，现在却先来担心我，很急是吧？我稍微挪一挪。看来在地铁重新启动前，只能维持现状了。我们离得近一些，拉住我。事实上，我不仅能想象到，甚至还觉得，如果那时我也在你身边就好了。如果我能在你身边，像现在这样，至少可以为你挡下拥挤的人潮。祝愿你那天比赛顺利，心想事成。只可惜，没有那么多如果。下小雪了。可能是遇到了故障，或是其他什么原因。没错，时机很重要。如果在云霞寺许下的愿望实现了，最好尽快回去还愿。如果一直拖着，说不定会遇到倒霉事。曾有一位电台听众告诉我，刚才还说要冷静，怎么现在乱猜起来了？别担心，广播里说了，地铁很快就能恢复行驶。而且，我说过，你就是我的福气，所以这次的小风波也一定会过去。不要让没有根据的迷信影响心情，好吗？哪怕是现在，我也认为电台里提到的传闻，只是为了节目噱头而制造的迷信。今天我们遇到的不全是坏事啊。我和你的相处时间没有因为那些意外而减少。而且退一步说，假设霉运真的存在，我想，那也应该和你无关。我说的不是那次。早在我们去云霞寺之前，我大概已经许过和你有关的愿望了。如果那真的算愿望，按照规矩，我确实没有正式还过愿。之前你说律师协会举办知识竞赛，你坐地铁去参加。当时的车厢里，我也在。
其实那天我也和你一样，从早上醒来开始就麻烦事不断。偏偏那天还有急事，我只好临时决定搭地铁出行。确实如你所说，当时车厢里非常拥挤。抱歉，麻烦稍微让一下。就在那时，我看到了你。你靠在我斜前方的门边，刚好挡住了门上的玻璃，低着头正在读书。从你的表情和专注程度来看，我想你大概又在看工作方面的内容。看着那样的你，我忽然觉得，嘈杂的人生，拥挤的车厢，还有其他的一切，好像都变得可以忍受了。哦，刚发现你时，我的第一反应确实是想过来打招呼。毕竟是个难得的机会。那段时间我经常苦恼，该怎么自然地和你拉近关系。说来奇怪，那个时候每次想好开场白，打算和你搭话，但一看到你，又变得思前顾后了。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准备得更好一些。是啊，但当局者迷，人们，尤其是囿于暗恋的人，不一定能想得那么通透。等我整理好思路，地铁已经到站，你和其他乘客一起下了车。或许是为了排解心中的情绪，我又望向窗外。经历了那么多事后，出现在窗外的居然是是云霞寺。看到那么华美的建筑，我却莫名有些不甘心。云霞寺真的像传闻所说，对人们的愿望有求必应吗？如果确实是真的，我现在许愿，他会保佑我们吗？说实话，我至今不确定那到底是所谓的许愿行为，还是自然流露的想法。只是看着云霞寺时，情不自禁想到了你。希望你比赛顺利，心想事成。至于我，只需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再靠近你一些就好。之后的事你也知道了。种种机缘巧合下，我们一起去了云霞寺。我偶尔会想，那次出行会不会就是我得到的第二次机会？如果云霞寺确实实现了我的愿望，那么按照规矩，我应该还愿。但实际上，我没有那么做。无论是出于私心，还是因为被当时寺内的气氛所影响，那一天，我又许下了新的愿望。你觉得这样的行为算不守信吗？
什么？我并没有那个意思，只是从总体上来看，那天还是有不少让人遗憾的地方。如果在约会时讲这些，会不会有些沉重？地铁。今天的事该不会真的……但我当时确实受到了一些外力帮助。我明白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确实应该早点告诉你。如果能再早一点。怎么了？原来还有这种讲究。不过这次应该不用再许愿了，我大概没有遗憾了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件事，今天和你聊过，明白了你的想法后，再回想过去的那次地铁偶遇，那个时候，我真的一定要向云霞寺许愿吗？在处理感情方面，我有时会把问题想得太复杂，导致错过各种机会，留下遗憾。今天差点是这样，以前更是如此。如果那时在地铁上我再果断一点，在你下车前向你搭话，也许就不用大费周章的许愿还愿，也不会花那么长时间才走到你身边。你会不会也觉得我们两人之间其实存在另一种可能性？不过我对现状没有不满，因为我许下的愿望，我们才得以进一步了解彼此，这样也很好。只是有些好奇，如果当时真的说上话了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
我们还是先来还愿吧，其他的话可以之后慢慢说。哦，怎么了？让我想想怎么回答比较合适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既然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平行世界，那么我可以大胆一点吗？其实，我之前没有完全说实话。在地铁上看到你后，我不只想和你搭话，还想告诉你，那天的你比你想象中更引人心动，所以我才记了那么久。当这种心动达到顶点，变成了矛盾，想叫住你，同时又不愿打破眼前的画面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来看你比赛吗？比赛结束后我也想来找你，想和你说的话，和你做的事，还有其他许多许多。不过，我不确定那个平行世界的我，有没有勇气邀请你出去约会。说不定，还是要麻烦翟星他们。啊，我愿意。是啊，如果没有你的引导，今天我可能还是会带着遗憾离开云霞寺。
可是，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原来细节不甚圆满的事物，也有闪闪发光的部分。这种在你面前将心层层剥开的感觉，无论经历多少次，都会感到很奇妙。关于那个，如果告诉你了，你可不要笑。我那时因为读了不少心理学类的书籍，所以希望能像书里写的那样和你拉近距离，一起做手工、旅游。你也知道，这些愿望陆续都成真了，而人对未来的心愿和渴望或许是无穷无尽的，我也不例外。现在不必求助寺庙了。无论是已经许下的愿望，还是即将诞生的愿望，我更想说给你听。除了云霞寺，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，希望你都能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。我想与你春时新叶，夏望银河，秋寻金饰，冬绣红梅。未来的每时每刻，愿你我都能够同行，日日好运。你愿意吗？我会不会太贪心了？不是那样的，我只是在回想，你刚才除了，好像还说了什么。我刚从汽车修理处出来，已经打到车了，给你报个平安。你问车的状况啊？汽修师傅说确实有些问题，最早也要下周3才能拿回车。哦，应该不会影响上班，我还可以开那辆跑车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？只是这样一来，开车到律所楼下后，可能会引发一些骚动。你很期待？因为我开那辆车时看上去很酷。你呀，不过比起谈论下周的事，如果我说现在就想来接你，你会觉得太突然吗？忙了一天，不太想就这样独自回去。你吃晚饭了吗？如果没有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出去。是啊，外面有点冷，一起在家做火锅看电影也不错。我叫司机拐个弯，一会儿就到。我当然记得门禁密码，毕竟上周五下班后才来过。好，
密码改了。啊，稍等，我收到你新发的消息了。这串数字很熟悉啊，让我想想，不是生日，难道说是我们第一次去云霞寺的日期？你选它的原因是，这串数字对我来说很好记。啊，你先不要回忆了，剩下的话，我们见面再说吧。晚餐和电影结束后，我可以多待一会儿吗？等我。